台北林森北路夜晚十分精彩，但这有间餐厅用简单的价格可以让我们吃进平常单点觉得昂贵的料理，而且还不限用餐时间，这让我吃到。大家好，我是小刀，我们现在来到台北这里了啦。然后在我身旁这件事，12烧。你各位啊，我们今天会在这边呢，我们首先感谢观众向我分享资讯啊。然后你有什么资讯想分享的话，也欢迎留言或是私讯我跟我们分享啦。12烧它原本是提供单点式的居酒屋料理餐厅哦，可是啊，它近期竟然推出了吃到饱的活动那重点是啊，它这吃到饱是没有时间限制，可以让你尽情的吃，慢慢的吃你看到这个不会觉得好像还不错吗？不过 OK 啦，那等一下我就接体验看它表现会是如何吧。Go！OK 啊，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还有说，我刚一入座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们一张菜单了可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发现整场哇都没有人呢。但是说我们后面那个是他们这个店家的老板他一直在那边接人家定位的电话这样感觉好像很热门呢。感觉晚点应该会很热闹哦。那我们看到菜单的部分它这边有我们平常吃串烧店可以点得到的项目各式各样的，应有尽有看到这些项目我们今天在大台北599这样子，这感觉好像很棒那我们跟他点餐吧。那种串烧系列这边都是2份好了，要写2份为上限。培根马吉串，这边1份。这个岛花，还有七里香梅里蒜，然后这些我们平常常见的东西我们最后再来点烤饭团、大漠烤馕。我觉得主食部分我们先点一个试试看然后剩下的我们再看情况，然后再加点。一叶干、鸡翼这鸡翅吧，然后玉米笋我们点个2份，香菇2份，杏菇2份，节瓜1份，乌龙茶、零卡可乐。我们点餐之后我们期待我们的餐点上桌吧。那各位我们刚点的料理已经上桌了就是超会看呢。那我们先从这个猪肉串吃起来吧。我们点到这一串应该是牛肉串它吃起来是有一种淡淡的牛香味，而且整体口感它是软嫩的以599元这个价格来看这很棒那现在没吃猪肉串，这吃起来有一股浓郁的猪肉香气而且之前说它的肉质是软嫩的，配上这个淡淡的串烧酱风味这整体是599吃到会觉得很棒、很超值的味道这很棒我刚有咬到一块肥厚的脂肪，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它脂肪从嘴外化成一进满嘴巴，这感觉好油我们赶快配口茶吧，乌龙茶。下面试试看羊肉串。我刚咬下去的时候我感受到一股羊肉它本身的香味。我们好像很少可以在居酒屋可以吃到那种羊肉串这个很棒我们再试试看鸡肉串。连它这个鸡肉丁它吃起来口感也是很软嫩
我就觉得说，我们今天在林森北路这边用这价格吃到这样的品相啊，蛮让我出乎意料的。接下来这是烤培根麻糬，烤到软绵绵的糯米团啊，它会包着肥厚的培根，这两者食材这种水派结合在一起的口感啊，哇，舒舒服服的啦。尾椎。我跟你讲，要去那口啊，它肥滋滋的那个口感，这之后出来爆炸开来，哎，哇，这简直是油到爆炸哎！咱赶紧配苦辣啦！那我们吃到这么罪恶料理啊，我们赶快吃个香菇，补充一下蔬菜量吧。它的香菇吃起来只有一股淡淡的咸味，还有它本身的香味而已啊。它这个就是清爽的煮香菇啊。接下来是鸡翅。它这鸡翅风味啊，也许我这样形容，你应该就知道什么味道了。它这个味道就是我们那个黄色的那个素食的招牌这样子，还蛮接近的。那我们再沾一点胡椒盐试试看吧。它的胡椒粉啊，它有去放大整体的香味，这样沾一点感觉很棒哎。还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点得到经典的一夜干啊。烤过一夜干，我觉得香气是十分的浓厚啊。可是它吃起来口味啊，感觉有那么一点的重啊。如果我们今天来这边用餐，可以跟它加点那么一点这个的话，感觉应该会很棒啊。可是我们今天开车来，所以就喝它的一般的软性饮料就好了。喂，今日竟然有小番麦，咱赶紧吃看卖。它这个应该就是有先煮过玉米，然后再拿去烤，再刷加上去而已啦。所以我们同时可以吃到它酱料的香味啊，然后还有玉米的甜味啊。它甜甜的很棒哎，很好吃。那我们刚才吃完烤玉米，我们再吃吃看这个烤的玉米笋。这玉米笋相对刚刚烤玉米来说啊，它吃起来就原味了不少哦。是，谢谢。哇，各位啊，刚刚店家看到我们10块吃完了啊，他又拿了一个菜单给我们画了，这很棒哎。那各位啊，我们趁现在啦，我们跟他点我们第2回要吃的东西吧。我们刚刚是不是点的这个还没来啊？那我们就先不要点好了。炸起司、烤年糕、下酒菜、呛爆菇、椒麻云鹅、和风海带丝，然后串烧类啊，我们这边这一个点2分。手工甜不辣串、猪血糕、味噌蛤蜊锅。但它这旁边这一条啊，它全部都写4人份啊，所以我们就先点保守一点。我们先看一下，它等下会是长什么样子啊？刷到是杏鲍菇，它这就像我们刚刚吃到香菇一样啊，它也是用烫了之后，然后再淋上一些酱料而已，而且味道也清爽许多啊，可以让我们可以适时改变那个口味的感觉。节瓜吃起来，虽然它上面有加了些许的酱料啊，可是我会感受到它这个菜味十足啊。
还有各位啊，我们刚点小菜也上桌了啦。如果它4人份呢、是这样的分量的话，也许我们大家可以点点看它的炒乌龙啊。那我们先从香菇的吃起来吧。它这凉拌杏鲍菇啊，它吃起来有一股很呛的芥末味。我们平常吃居酒屋有这种小菜的话，好像它会呛的是这个章鱼对吧？然后它今天这边给的是杏鲍菇哎。刷了喜欢熊爱不腻。它这木耳吃起来，它真的有那种椒麻的香味，吃起来麻麻香香的风味，很棒哎。有种很开胃的感觉。我们来吃海菜吧。看着这画面呢、你应该可以想象到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吧？它这吃起来有满满的台湾味啊！那各位啊，我们刚刚点的串烧料理已经上桌了啦。可是我觉得很蛮让我压抑的地方是啊，如果我们后面要续杯的话，它这个杯子啊，我们就留着，然后去后面那边自己装茶或是可比斯，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自己控制想要喝的量哎，这感觉不错哎。然后我觉得他们这肉串表现都很棒啊，所以我们就是这些各点2份啊。我们牛肉吃起来吧。到这边我才发现，它上面原来是有加了黑胡椒粒耶，撒了一点胡椒在上面呢、难怪吃起来这么的香。我们再吃看鸡肉串呢、我们就算吃到第2回合啊，它的鸡肉串呢、吃起来依旧软嫩呢，这样很有诚意耶。到第2回合肉质啊，还是一样的棒。猪肉串，我们这回拿到猪肉串啊，它上面就有比较多烧焦的部分呢。虽然烧焦这点有好有坏啊，可是说它这样因为有烧焦，所以它吃起来有一种焦香味啊。这其实某方面撇开那因素不看的话，这样还蛮香的。羊肉串吃起来，我们这回吃到羊肉串呢，它感觉烤焦部位更加的明显呢。我是还蛮好奇的，你们看到这种烤焦的肉串呢，你们通常会怎么处理呢？也欢迎留言的想法跟各位分享呢。那我们甜不辣吃起来吧。该不会它这甜不辣啊？它是先炸过再拿去烤的吧？我会觉得说它这样不止吃起来口感比较干之外啊，它口味也变得比较重了。必须配口茶才可以啊。接着来吃米血，它这米血应该也是先炸过之后再拿去烤的吧？所以说它外层呢，我们吃得到涂酱的味道之外啊，它里面却依然保留着它原本的味道哦。他刚又拿了菜单给我们，让我们继续加点的啊。虽然说我们刚点的年糕跟蛤蜊锅还没上来啊，可是我觉得说我们今天肚子状况也不错啊，我们再给他点一些主餐类的东西来吃好了。我们这个烤饭团啊，应该是遥遥无期的，那我们再点1份好了。至于这个大漠烤馕啊，它这个是日式料理吗？
有知道的人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吗？这鱼卵炒乌龙、黄金泡菜，韩国新奇。在韩国他们的 kimchi 啊是泡菜意思，可是他们对于它的中文翻译说，他们现在官方啊是标示说是新奇啊，对他们就是官方是这样，对啊。我们点的料理啊，依序上桌了。我们来吃吃看卤肉条。如果你平常会跟朋友去茶店的话，也许这道料理啊，应该对你来说很不陌生啊。这很有泡沫红茶店点心的味道啊。我们来吃看烤年糕。它这烤年糕就是平常我们吃日式汉堡吃到饱最后会吃到的点心啊。可是跟吃到饱不一样的地方是啊，我们通常都要自己烤，然后自己蘸酱。然后今天这边呢，我们要点好就坐着等他来就好了，他就帮你弄好了。我们来试试看味噌蛤蜊锅。我们前面吃那么多料理啊，我们的味觉已经稍显疲乏了。可是我们这时候喝到它，我们的味觉有一种复活过来的感觉啊。我觉得今天餐厅有诚意的地方是啊，你看它这边有冻板豆腐啊，甚至还有贡丸啊。可是他们没有拿这些食材啊，额外再去做一些可以做串烧或者炸物的料理啊。我觉得他们这点啊是蛮有诚意的，不会这样子水菜单啊。我们再试试看黄金泡菜，它这个就是充满了满罪恶感的泡菜啊，可是它这吃起来是会辣的哦。如果平常不爱吃辣的话，你吃到这个啊，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吃多挺辣的。接下来吃烤饭团。它这个烤饭团就是有拌入了熏鲑鱼碎肉啊，虽然这里面看不到鲑鱼的肉块啊，可是它却有鲑鱼的香味啊。我们拿来配火锅刚刚好。那接下来是韩国新奇泡菜。它这泡菜吃起来的风味就跟我们工作室自己买的那一大罐的泡菜是一模一样的。那各位啊，我们今天主食的大魔王上桌了啦！为听你温柔的声音，哇！他现在在放黄启斌的歌耶，他不止人帅，歌也唱得好听啊。虽然说它这个面看起来分量大归大，可是它应该只有炒一包的面量啊，然后剩下的量啊，全部都是蔬菜，高丽菜啊、香菇啊、洋葱啊。这样吃起来反而就相对的不会有那种分量的负担呢，还不错哎。我们今天这样子可以不限时慢慢吃，真是太赞了。OK 啊，各位，因为吃完所有东西啊，可是我们刚吃完这个面还有这火锅之后啊，我会觉得说我的肚子啊已经有饱足感了啊，我会觉得说我们吃到这边应该也差不多了啦，好不好？那等一下我们去结账之后这道面做结尾吧。
OK 啊，各位，我们现在先来到外面呢，那来说说我们今天吃12烧的香粑粑。你各位啊，我们今天一个人呢，我们的用餐费用是659元。以这个价格啊，你觉得我们整体体验感觉是如何呢？我是认为吼，咱平常食这种餐厅啊，敢拢是食2点钟左右吼。而且今日哦，咱来这食饭啊，无时间的限制呢。这种餐厅你要去多一找啊，很难想象这样老板在大台北要怎么赚钱呢？但如果说今天再回来这边用餐的话，我 OK 吗？各位当然 OK 啊。各位你有快哦，我们今天呢，我们总共吃了37样的料理耶。我就觉得说，在大台北，我们这个价格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吃成这样子，真的是没什么好嫌的啦。孩子，你怎么看呢？可是我们今天结账的时候啊，我们有顺便问他们今天酒水啊是要怎么计算的，我们就分享给各位啦。我们这边哈都是170啦，然后你4杯加起来就是550，就大概就这样子，对，就是酒水的部分。哦，原来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低消800，那你自带酒来，那你599没关系，你800块你再看你要点什么东西，点到800块，我们就可以自带酒一个人。哦。对，比如说一桌4个人就低消3200，你再自带酒。哦，是。酒不外。然后我们5月份会涨100块，699。哦，好，了解。跟你讲一下。好，谢谢你了。可是我们过往啊有吃过那么多的日式料理，吃到饱经验啊。我是认为说，也许你先看影片会想来这边用餐的话，请你务必啊要先跟店家确认好现在的规则是怎么样啦，才不会造成你用餐上的不愉快啦。还有，今天看影片想来这边用餐的话，你是开车或骑车的话，它这个餐厅外面的入口啊，那个高架桥底下就有许多的停车格啦，那边是属于公家单位管理的，它费用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啦。可是我今天这样一路停完车走过去的时候啊，我是发现说，他这边餐厅呢，好多都是有卖酒水的哦，甚至也有那种让你畅饮的餐厅呢。我就觉得说，这个奇景啊，真的是要来到林森北路才会看到有那么多可以喝酒的地方聚集在一起。但如果今天是要来这边喝酒的话，那还是不要开车或骑车，或是要找个安全驾驶会比较好啦，好不好？那各位看这边有什么推荐餐厅，欢迎留言告诉我，看就会付啦。很喜欢按赞、订阅、加分享，有些朋友超感谢支持我们哦。那我们下影片见啦！拜拜。